今天是2024年10月19号啊，我呢在平台上录一个叫经典人生的栏目啊，也是我自己呢想了很久啊，在过去的几年里面，跟很多的同学们在交流易学命理学的时候啊，产生了很多想跟更多的普通人或还没有接触过到易学的朋友想交流一些东西。其实说到命运，无非就是我们这一场人生。那今天呢，就开始和大家讲一讲我自己的生活吧。所以有时候我也不觉得这是一个课堂，也不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就是想跟更多的准备帮助别人的朋友们听一听我的生活，也没那么严肃。有时候我也会写一些标题，比如说特别想跟大家一上来还是想讲命运到底是不是可以改变的。我想很多人都在意这个问题。那么我想借一句话，这句话呢是大家都平时嘴上非常愿意提到的，然后通过这句话呢展开今天我的一些感想。这句话呢叫我命由我不由天。其实有些人一听，你们这行的人呢，对这句话肯定是反对的，是吧？我们这个唯物的呢，就认为由我不由天；你这个唯心的呢，就认为是由天不由我。其实呢，我还恰恰跟您想的一点都不一样。我首先依旧是对这句话有否定，但是呢，我并不是站在天和我二选一中想这个问题的。首先我们说呀，学易的人呢，一定要有一些辩证思维其实辩证法呢，它本身是一个特别符合中国传统文化阴阳之道的一个思维方式。那在生活当中，我们也应该时刻有这种辩证看问题的习惯。那么首先说到这句话，我命由我由天，那我和天就是一组对立的。那么天似乎就是我之外的东西，那我就想问大家了，如果我是那个主观，那是不是天就是我们说的我之外的客观？那按照唯物的观点，那客观决定主观呢？所以我们觉得我命由我还是应该由天呢？大概命运这个东西应该是个客观的问题。但实际上这个话题我自己觉得还不应该要想到这儿。那么如果说你要谈这句话的话，似乎大家有一个预设的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先把天做了神话，就大概呢，他想表达的是有一个能够控制我们、管理我们的这种神，然后我们要反抗他，我们要革命他。当然了，如果你这么说，我也不能反对，是吧？人类的最大特质就是反抗，就是要走这个主观的这种改变世界的这种能动性。所以说，如果你预先把天就等于成了某一种神、某一种拟人的东西，那这句话肯定是由我不由天的。可是呢，何为天呢？在易学的观点当中，天它是一个道法，那么天它所展示的是一种客观的规律，那我们也是在寻求这种规律，是吧？那么如果说很多人贸然的就去拿这句话去辩解我命由我不由天，似乎有一种贼喊抓贼。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预先的先设计了一个假定的神，然后呢你又去反对它，会不会形成很多贸然的主观我们在很多时候反而是不尊重客观规律，不去想那么周全我就凭借一种激情勇敢，然后呢去做事情，往往失败更多。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科学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应该尊重的是客观的规律，应该把天先看成是一种客观的规律在规律当中寻找我们是不是能够去找到跟它符合我想追问的那个问题。
那么既然天是一种规律，有些时候呢，就是我会认为天没有感情。什么时候我们不会觉得悲欢离合呀，是吧？这个生老病死啊，这些感受的东西是不是人的感受？它不是天的感受。既然是规律，就是视万物于刍狗，对吧？那么我们所谓的这种情绪性的东西，不是我们要去研究的。我们要去把自己的主观反而弱化，真正的去看待一下客观规律是什么。我们会发现，规律当中无非都是一些强弱，也就是我们说的旺衰啊，或者是远近高低，也就是我们说的各种规律呈现给我们的各种象。所以说，研究这个命理也好，你说它是易学也好，其实中国古人更多的就是想什么呢？告诉我们我们讲究的这个研究对象，它是一个客观的，它不仅是一个客观的，它还是一个现实的。那什么叫现实呢？我们去想，今天我想借一个字就是我们这个甲，它是10天干之首我们搞过四柱的都知道，是吧？当然我们不想说这个甲是甲木命讨论它这个日元，我也不想说它是个6爻的纳甲，我也不想说它是24山象里头的甲的方位，这些东西都是术的层面。我们今天就从甲它的本意上，它是一个五行的木，它讲的是生发，也就是说天干的第一个字就给我们一种生命在生长的感觉那我就想说，为什么中国人要把生放在第一位看待？既然凡事都是一个循环那么万物都是一个像 DNA 一样螺旋上升首尾相连，那么死即是生，生即是死，这种观点应该大家能够理解。那为什么这个起点却往往要在甲木上，而不是从最这个死亡的状态中来定义甲的，而是从生命的出发阶段来定义甲的，来定义这个第一个的？这恰恰说明什么呢？在中国古人面前，或者是说在我们今天走到今天，中国文化命理文化它要讲究的是什么？它讲究的是你从娘胎子里落地哭3声，这个命就形成了。在过去我们的夏商周文化当中，不是没有崇拜死亡的。你比如说商朝文化，他就去崇尚死亡，是吧？崇尚巫崇尚这个占卜，用活人祭祀等等等等。但是从我们的历法当中可以看到，在汉朝汉武帝之后，我们用的是什么呀？一年的岁首是从春天开始的，不再是从这个寒冬开始的。就是因为春天它象征着什么？象征的是一种生命的生发，人是从有生命开始才有价值。也许我们有一种东西是死亡的状态，但是我们不知道，谁也说不清，也不能呈现出来，是吧？那么对于阳，阴阳中的阳，阳是显现的东西，是人追求的东西。那当然我们要去考虑的是看得见的，是吧？只有这个生命落地，我们看见它了，我们研究它、讨论它才有意义。所以12长生我们也知道所有天干在地支上面的长生位第一个叫长生所以在第一个位置就是让生命出发。这个时候他的人生后面会走成什么样，无限想象。所以说呢，我总觉得命理当中这个命实际上它是一个可追溯，但是呢不可操控的。那这时候我们再说我命由我不由天，那我们大概就知道了，我们这条命既不由我也不由天，因为它不可操控。但是呢它是可追溯的，也就是说它形成的时候一定是有来历的。比如说我们源自父母，对吧？那么父母初见的时候，
啊，现代科学也可以证明，两个人在相爱，是吧？产生结晶，有了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主观的，很多东西是一种潜在的，比如说味道啊、化学呀，或者 DNA 之间的这种呐喊呢，是吧？哎，让两个人走在一起，产生了对彼此的兴趣。那其实严格上说，从用科学之外的话，这就是机缘呗。那么有这样的机缘，就有了我们的生命最初的那个可能性啊。那么这样一点一点的，从胎呀，从形成啊，一直到你落地出生，这个时候生命出现了。那你说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这个生命可以追溯？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生命形成的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可以观测？这个观测怎么观测呢？啊，那你就愿意用什么术来解决了？山医命相卜，你可以用很多东西，比如说我经常用的就是教大家的这个四柱，那它就是所谓的生辰八字就可以看到了。那未来是可期的，未来并没有什么东西拴住了我们依旧可以在后天的范畴里面进行自我的选择。所以同样的出生时间，同样的出生地方，它一定有不一样的生命的精彩。所以一个人的命啊，它是无数的因果叠加而来的。人作为这个世界上，应该我个人认为是承载因果最多的一种生物。所以从人身上可以看到宇宙，从宇宙当中可以看到人，所以人才被称为天地之间能合成三才。所以天人合一就是我们一直中国人老嘴上讲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所以既然我们能接受这些东西，我们就应该慢慢的去观察，原来我们生命之初那就有符号，就有一个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对遥远的未来自己的一生能掌握什么信息，能够把握什么，虽然不能控制，但是遥遥可期。